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好，我们进入到解牌环节之前呢，要先请大家安静下来，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牌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安静，所以请你在听的时候找一个让你的心可以不要太浮躁的地方，让你可以放松下来的地方来听这一组的解牌。你们这一组啊，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宿命的重量。好，首先是你们选到这张 cat 这张猫的牌哦，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一种高阶灵魂的边界感。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常常被别人说啊，你很难搞，或者是说有一种很冷漠的感觉，或者说你在感情里面是一个比较慢热的。很多的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属于高敏感族群，其实你不大喜欢一些无意义的社交，你们的能量层级很高，你们不需要很多的喧闹才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其实你们一个人是可以跟自己处得很好的，而且你们的精神能量很高哦。好，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活在你们现在活的这个层级哦。有些人一辈子呢，他是需要很多的关系，或是需要很复杂的一些关系，身边是一直要有声音的，因为一旦安静下来啊，可能他们就会听见自己内心其实是很空虚的，或者他需要跟很多人来交流才能够补充能量。但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是，你们是那一种，其实你静下来之后啊，你反而会感觉到世界开始回应你，因为
你们的能量层级提升之后啊，其实你们对这些杂讯或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耐受度，其实会变得更低，降低。我觉得你们就像这只猫一样，你们对于不熟的人，其实你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是你话不多，但是你一旦认定一个人之后啊，其实你们那种外冷内热的这个火焰，它其实是可以燃烧很久很久，很深很深的。在2026年，你们即将彻底开悟哦，你会发现哦，你不再需要去迎合别人。可能你们从小就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像外星人，心中很多想法别人都不懂，或是说别人有兴趣的事情你不见得是感兴趣的，你们可能有一些这种高阶的孤独感。好，你们现在啊会开始享受这种孤独感，你们不会再试图的把自己变得很平庸，到这个时候啊，你们的磁场才会真正的清空，那个对的人他才有位置可以进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第二张牌哦 Sun of Uniqueness。好，这一张牌啊，其实就是大家的2026年的一个宿命点哦。我觉得你们来的这个人啊，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桃花哦，这是一场关于灵魂的认领仪式。这个人啊，他的身上其实有一种深蓝色，然后带着荧光的气场，他的情绪是很稳定的。我觉得他跟你一样哦，是属于会在那种聚会中坐在角落静静观察世界的人。所以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啊，你们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同时在一个环境中看向同一个方向，比如说同一本书，或者是同一个窗外。好，你们相遇的时候不需要开口就能够认出彼此。我觉得他会懂你内在的这个高敏感哦，他会懂你有的时候就是想要一个人待着，他也不会情绪勒索你。这种关系啊，我觉得它并不是靠运气能够遇到，它其实跟你当下的一个能量排序有关哦。这个排序啊，它是可以被学会被调整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2026年的一个时间轨迹哦。首先是1月到4月，我觉得这是属于你们感情能量的一个清理期。在这期间啊，如果你有遇到一些烂桃花，或是说你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好的对象，你就不要再耗时间去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请你拒绝所有消耗你的烂桃花。有些桃花它可能一开始包装的很好，你不知道它是烂桃花，但如果你一旦知道之后，你绝对要赶快跟他断绝来往哦，因为这个位置要空出来。到5到8月的时候，它是属于一个预热期，就是大家你的频率啊，会跟你遇到的这个人要遇到这个人，你们的频率会开始在空中相会。到了10月到12月啊，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显化的高峰期，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这是一场有关于春天的认领，它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几率很高。但大家你们是有机会让这个显化早点去发生，因为命运真正转动的时间并不是你遇到他的那一天，而是大家你第一次听懂这一段话，听得懂这个讯息，然后你不再退回去假装自己没有听懂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命运就已经开始转动了。好，第一组的朋友啊，如果你们现在还在这里继续听的话想要跟你说你们的人生啊已经开始突破了一个旧有的循环。比如说你过去感情中在重复的某一个模式，现在已经被打破了。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不是没有被喜欢过，而是你们常常就是在感情交往的过程中，你很习惯会退回到一个安静的观察的位置，然后你有的时候想要亲密，但有时候又会害怕亲密。
在这个人还没有突破你心里的防线之前啊，我觉得其实你的那个墙是筑得非常非常的高的，因为你们害怕受伤，害怕毫无保留的奉献之后你就会受伤，因此你前面会有很多的可能是试探或是确认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灵魂认领，什么是灵魂认领呢？就是一种你终于被放回到正确位置的感觉哦。当这个人的出现，他出现的时候啊，其实你的身体会比你的头脑，会比你的理性更快的感受到。你首先会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是很放松的，而不是很紧绷的。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慢慢的放下来，你不会急着想要去表现，或者是想要去特别的说什么。你会觉得说，我在这里是可以很安全的，很舒服的。好。刚刚说过这个人他的气场是深蓝色带着一点荧光嘛，我觉得他有一种成熟的清醒，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哦，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条理的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在很多细节上感觉到这件事情。他做事情的时候不会很急，他说的话不一定很多，或者说很就是噼里啪啦说不停，但是他说的话常常是很准的，然后一针见血的。跟这个人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时间会慢慢的，你觉得时间好像变慢了。那他的外在啊，我觉得是一种很干净的能量，是一种没有多余杂质的一个存在。可能他喜欢穿着的这个颜色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不会太复杂的一个颜色，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生活有秩序的人才会拥有的一个状态。而且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你们最可能遇见的场合就是一个你回到自己的地方，它可能是一堂课，一个讲座，一个工作坊，或是你一个你常去的地方，或是你去处理办事情的一个地方，或是你去比如说放松或是运动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一开始去这个地方并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你在做你自己的事情。好，你在完成一些事情或是一些任务。这个命定的人，他可能是在你没有准备的时候就出现了，就相遇了。而且我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啊，是你会感觉到是非常非常顺的，因为你们的频率是非常对的。但是我也要诚实的告诉第一组的朋友，这段关系其实是有考验的。它的考验是什么？其实它的考验就是你们自己。因为当这个人命定之人他靠近的时候，其实你内心会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你可能会想要去确认说如果我就是这么难搞，或是如果我这个来来回回界限设的比较高的话，他会不会走呢？你有可能会不自觉的故意去推开这个人，因为你不习惯去敞开你的心房，因为你太害怕失去。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会很清醒的看懂你，但他不会拆穿你，他会留下来。当他留下来的那一刻，你的心房会彻底的瓦解。好，你第一次知道原来你不用再去防备了。你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人他是真正会留下来的。2026年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家你在感情上终于准备好的一年哦。你学会等待一个适合的人，对的人，所以这个人他有空间出现，而不是被烂桃花塞满。我觉得其实第一组朋友，你们的气息气质是非常好的，所以想要靠近你们的人其实真的不少，但是要去筛选。有的人他只是来消耗你，或是他只是来看一看欣赏你的美，但他不见得会愿意跟你同甘共苦，特别是共苦的这个部分。他可能喜欢你的好，喜欢你的
美，喜欢你的这个聪明啊，喜欢你很多的一个优点。但是当你最脆弱或是最不是这么好的时候，难堪的时候，低潮的时候，他不见得是喜欢那一部分的。但今天2026出现这个命定之人啊，他是会去包容所有你的全部。这个你的命定之人啊，我觉得他在工作或是在职场生活上的这个认真的样子会令你很着迷哦。他可能具备这样子的特质，我觉得他也许是有关于逻辑或是秩序的一个守护者，比如说他可能是法律、工程、金融，或者是做管理的一个工作，可能他习惯了跟数据、条文或是逻辑打交道。那为什么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呢？因为我觉得你其实受够了那些情绪反复啊、说话不算话的人。这个人他在工作中有一种精准的感觉，这个精准的感觉会延伸到对你的承诺里面，就是说他不会随口答应，然后之后又说话不算话。一旦他答应了之后，他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承诺跟诺言。然后我觉得你看着他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样子，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强烈的稳定感。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有可能是他是具有疗愈感的一些这种能量在，比如说医疗啊、设计啊，或是某一方面的这种职人，他可能在一个需要高度专注或是耐心的领域中持续的耕耘哦。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其实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可能看过这个世界的复杂面，所以当他对待你的一些情绪或是一些低潮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或者他也不会烦，他能够精准的接住你，因为他看过大起大落，或是他看过人世间的一些悲欢离合。在他外面啊，我觉得他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专业人士，可是在你面前呢，他会卸下他那一层硬的这个壳来到你身边，然后我觉得他也会在私底下跟你撒娇。那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啊，其实对于2026年的你很重要，因为其实你在2026年你们是很清醒的，你们不会再被那种喜欢画大饼或者是空口说白话的这个有点像是不切实际的人，或者是这种满口情话但是做不到的这样子的人给骗。我觉得你们更在意的是一种踏实的感觉。好，这个人他的职业带给他一种底气，这个底气让他不需要透过打压你来证明他自己。我觉得他是一个忙碌的人，但是他忙得很有意义。你们的相处啊，我觉得很像是两个成熟的专业的人士在自己的领域各自发光，然后啊，在两个人私人的这个时间是非常有质感的。那他其实是可以在他的这种专业跟感性间切换，也就是说只有你才能够看见他思想一些比较可爱的孩子气的或是比较感性的一面。我觉得这个感性啊、思想啊，这个只有对你的这个部分啊，你会觉得很心动，因为跟对别人的样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好，那来再看一下这个人他进入到你生活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能量的交集哦。他对外其实是蛮有礼貌的，然后他是可以跟人群融入的很好，但是他也有一种很强烈的边界感。但是我觉得对你啊，他会有一种想要去越界的依赖，他其实对你是有依赖心的。可能他在外面的时候话不一定很多，但是在你面前他就会跟你分享他看到什么，或是他的一些这种私藏的一个笑话，或是他的一些心里的一些想法都会跟你分享，把一些比较幼稚的一面，你可以看到他比较可爱的一面，然后给你看。对外的话，我觉得他会是属于比较专业跟克制的一个形象。
然后啊，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清爽的味道，很像是刚洗完澡，或是这种午后的阳光的味道。你们两个待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即使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很尴尬。你们可能可以各自做自己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人在看书啊，一个人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看电视，然后或是在听音乐等等的。然后你们两个其实很有默契的，有的时候光是眼神啊就可以暗示很多的事情，透过眼神或肢体语言交流就能够懂彼此。然后我觉得他其实会心疼，有一个心疼你的能量在里面哦。你们在2026年，你其实很聪明，很清醒，很独立，又不好骗。但是你变到现在你自己的这个样子啊，其实是因为过去这几年来，你其实一个人走得很累很辛苦。你现在这个我觉得很不错，很完美的一个样子，都是你好像努力很久，把自己让自己可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好，只有他会摸摸你的头，然后看懂你这一路以来的辛苦，他能够看穿你一路以来走过的路。有一种我觉得你会好像被彻底的接纳，被他彻底的接纳。他会在你想哭的时候陪伴在你身边。你跟他会有很多觉得琐碎的一个浪漫，就是生活细节的浪漫。比如说呢，他会记得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然后女生的话，她可能会在你生理期或是压力大的时候来准备你喜欢吃的，或是让你可以过得就是更舒服一点。我觉得他并不是那个会就是弄得很夸张，这种做一些很这种夸张的告白的事情，就是他不是属于那种一直带你去很热闹看烟火的这种场景，他比较属于像是在烟火散场之后，他会紧紧牵着你的手，因为他害怕你会在人群中走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生活感很实在的人。那你之所以可以在2026年你跟他的频率对上，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已经不是需要透过爱情来证明自己或是找回自信，你们本身站在这里就已经闪闪发光了。他在这一刻被你的光吸引，所以他决定停下来陪你走一辈子。那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2026年你们感情上的命定之人哦。我觉得你们听到这里很多事情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假装回到一个就是不知道或是没有听见的一个世界。那如果你想要在灵性探索这一条路上继续的去学习，想要了解怎么看牌怎么读能量的话，我觉得第一组朋友你们真的很适合去加入塔罗课程。因为你能够听到现在，你自己心里应该也很清楚，你们天生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群人，你们有这样子的天赋，所以很欢迎大家加入米娅的塔罗课程。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好，你们选到的是贝尔熊哦。那第二组的朋友如果你刚刚在选择的时候有一点犹豫，比如说在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之间有犹豫，最后你还是选了第二组的话，那我现在想请你轻轻的把你的手放在胸口哦，那个你平常可能不大会去感觉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你已经硬撑了很久哦？你并不是最近才很累，而是你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完全放松过。好，第二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中有很多的承担，很多的累。第一组的能量是这种
比较安静，比较深沉。可是你们这一组的能量，它是一种被压住的火。那一种明明在晚上啊很累，但是你们还是会告诉自己说，好，我没有事情，我继续可以做，我能够去扛。你们的身体有一种压抑感。那在感情中，你们并不是不想要去爱，不渴望爱，但是你好像没有允许自己去渴望拥有一段你想要的恋情，你把这种欲望压下来，或是你觉得你不会拥有。那这张牌啊，我们来看一下熊这张牌哦。熊呢，它在神谕卡的系统里面代表力量跟权威，同时在你们身上我感觉到一种负重前行的责任感哦。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是不是就是从小到大都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你很稳定，你很可靠，有你在就好。在家里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是先冷静下来的那个。好，在朋友难过、哭泣、崩溃的时候，你是先递面子给他，安慰他，然后给他建议的那个。在工作上呢，有人弄了一些烂摊子，大家都会第一个指望你，或者是觉得说交给你去做就很放心。那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都很放心的交给你，但却很少有人去关心你说，那你有谁可以靠？那你还撑得住吗？我看到这张熊的能量啊，其实你们很像是一个完美的避风港，别人的避风港，但其实避风港本身也是会被海浪侵蚀的。所以你们在感情中可能过去常常出现一个模式，就是过度的去承担你可能会习惯的照顾对方的情绪，你会习惯的替对方想，或是为他去多考虑一点，甚至当对方伤害了你们还会下意识的帮他找理由，觉得说他可能也是压力大，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好，你们潜意识里有一种恐惧，你害怕觉得如果自己不够有用，不够强大，或者说不够完美，你就不值得有一段感情。所以我觉得你们会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来去证明自己在这段感情中是有价值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第二张牌，这个欲望之歌欲望之歌它在说什么呢？其实你们在感情中是有欲望的，可是你把你的想要活成了沉默，就是你很少会去要求对方在感情中我希望你多多陪我，我好想要被抱紧，我其实也害怕孤单。你们不会这种歇斯底里的去哭闹，或者是说你的想要你只说了一点点，你不会把你想要的所有的欲望都说出来。不是你不想，而是你总是会替对方多想一点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子他压力会不会太大，或者说怕自己太黏，会不会很不成熟，所以你可能慢慢的学会了把心中的渴望变成沉默。这个沉默我觉得最后变成了大家的孤独。我们来看一下欲望之歌这张牌。这张牌很美，但是它也非常的孤独，它很像是你孤单的身影，在月光下自己独自的跳舞，独自的唱歌，那个声音很小很小。第二组的朋友，我觉得你心里有一首歌，那一首歌可能是在唱着你很想要无条件的被爱，你不想要这么懂事，你想要被专属的偏爱，不是被需要，但你不敢把心里这个声音去唱出来，说出来，因为熊的能量一直告诉你说，你要有资源，你要有实力，你要有底气，你要有钱，你要撑得住，你不能脆弱。好，你害怕软弱会被抛弃，
但是欲望之歌这里真正告诉你的说，你们现在压住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的生命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觉得更深层的里面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往往都会有一个很隐性的状态，连你自己可能都不一定说出口就是表面上你看起来很独立、很成熟、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其实你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很难以被理解的孤独。这种孤独是没有人真正的能够站在你面前替你挡风，或者是至少跟你站在一起并肩的去牵手，去面对困难跟挑战。你习惯一个人站在最前线最前面的位置，习惯去当那个解决事情的人，撑住局面的人，然后久而久之，我觉得你可能会忘记一件事情原来在关系里面是有人可以在你前面帮助你，或者是说是可以跟你携手作战的。你们其实很少去示弱，或者说你示弱跟撒娇也是有一个，你知道它是有个限度的，就是刚刚好的限度，你不会做的太超过。你可能就是完全不说，要么就是你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撑到一个极限了，因为你的生命经验告诉你说了也不一定有人能够去理解或是接得住我还不如一切都我自己来。所以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有时候会被误会说很独立，不需要人陪，或是你很能够自己去消化情绪。但其实我觉得你们心里知道，你并不是不需要人陪，只是你太习惯把自己活成不需要别人的样子。好，2026年会是你们关键的转折年因为你终于愿意停下来，慢慢的去看见其实已经够了。你不需要再证明任何事情，不需要再用承担来换取一个位置。你们会慢慢的发现其实真正适合你们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你可以帮他去做什么，而是建立在你可以在他面前去做自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2026命定之人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出现，他是谁呢？我觉得他会出现的那一刻，就是你们愿意去松动你身上那个熊的盔甲的那一刻。你过去遇到的人可能多半是被你们的强大所吸引而来的，他们需要你，他们依赖你，他们希望从你身上获得稳定。但是在2026年出现的这个人，他跟以前完全不同他并不是被你的能力所吸引的，他是被你的灵魂频率所吸引的。他本身就是一棵大树，他呢不仅可以跟你合伙过生活，他也可以去接手你的负担跟重量。那我看见你们的命定之人他会有3个灵魂级的特质。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个极高的情绪察觉力。怎么说呢？就是他一眼其实就能够看穿你其实是在硬撑出来的一个我没事的状态。当你下意识的要当贡献者跟服务者的时候，他会叫你停下来，按住你的手，告诉你说好，这一次你不需要动手，让我来做。他同样也有熊的能量，但是他熊的能量并不是一种控制，而是想要去守护你。我觉得你们会感受到原来这种被爱被照顾并不需要你用懂事来做交换，它会唤醒你心中的欲望之歌，它会引导你把你心中的那首歌唱出来，让你知道说其实你的需求你的任何需求在他眼里都不是一个麻烦。好，熊这张牌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很深的层次熊它是会冬眠的动物，它并不是一只很强大一直在战斗，它知道在某一个时间点要退回洞穴来储存它的能量所以它其实也在提醒第二组的朋友你需要在一年四季中你也需要冬眠你不能一直都在输出，一直都在给。好，你给安全感，给关系，给整个世界一个我很可以的形象但你很少去看见谁来给你安全感。如果今天什么都不做的话，还会有人留下来吗？好，
当你这个人什么时候会出现吗？当你承认你想要被照顾，当你承认你心中有一个恐惧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呼唤那个人了。当你去承认心中的恐惧，这个恐惧是什么？就是万一我不再这么有用，我是不是就不重要了？是不是就被抛下了，被丢弃了？所以你们过去一直就是必须或者说宁可去当这个很可靠的熊，也不愿意去把心中那个渴望唱出来。但是呢，其实这个人他来到你身边，他为什么会来？因为他就是要帮你去唱出你的这个心中的渴望。所以大家当你内在一些想法开始松动，当你愿意去让你心中的这个渴望的这个歌慢慢的去唱出来之后啊，你们会发现真正适合你的关系是一个你可以在他面前放松做自己的关系。这个人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在上半年大家调整好的时候出现。他出现的时候，一开始你可能会非常不习惯，因为你在他面前不需要去当那个情绪的稳定器。这个状态啊，其实对于你来说，对一个习惯去承担一切的人来说，其实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它是一个很疗愈的，但是又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态。你一方面会觉得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一方面你又可能会忍不住想确认说，这样真的可以吗？我这样什么都不做真的可以吗？他会不会离开？真的我这样子可以？会就是他还会爱我吗？真的值得被爱吗？所以你们可能会在遇到他之后会经历一个反复的内在对话好，但是这个内在对话它会被改写，就是你内在的自我定位会从一个我必须要独自去撑起这一切，或者说我必须要表现的懂事，慢慢的转换成好，我就是我的这个状态，我可以做我原本的样子，对方会喜欢我原本的样子。这个转换啊，它并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是一个过程它会透过一次一次很日常、很细微、很具体的一个互动发生比如说你说很累的时候，好，对方会真的停下来去看看你，去理解你。比如说呢，你没有马上的回应对方，回一些讯息，假设你在忙，对方没有情绪勒索你。比方说呢，你今天耍废，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付出，关系依然是安然无恙的，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很恐怖的事情都不会发生这些慢慢的很小的瞬间，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很颠覆性的体验，因为它会反复的一次一次的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不用表现得这么完美，你也不会失去这个人。这个人他是来接手你的重量的，就像我前面说的，不像你之前遇到的某些人，他们可能是你能量的一个吸血鬼，他被你吸引而来，然后有点像是想要分走你身上的一杯羹，他们依赖你的稳定，但是却不会为你们去遮风避雨，但是你们已经跟旧的这些吸血鬼能量的人说再见了。你的命定之人他会告诉你，你的任何需求在他眼里其实都是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们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很开心很放松的一个模式他不会再让你自己一个人去扛所有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熊的能量其实比你更稳。你们两个的结合其实是一种真正的强大，因为两个人都可以在关系里放松。他会去听得懂你的渴望，会去引导你说出可能你原本不敢说出口的一些你的深层的需要、亲密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在他面前你有一种我的灵魂终于回家了的感觉。好，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感情你们也要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我觉得你们内心很
习惯受苦。当你过得太舒服的话，那个习惯受苦的模式也许会跳出来反抗，也许你会有想要推开它的瞬间，也许你会觉得这一切好不真实，好不习惯，因为你害怕就在他的宠爱下、宠溺下，自己会不会慢慢的变弱，等到自己变弱的时候，会不会这一切所有的美好都消失呢？好，但大家必须要相信这个是你灵魂必须要跨越的一个信念，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或者说你本身的这个样子，你不用假装去坚强，或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依然会被视若珍宝，会被他深深的爱着。这个也是你们灵魂在渴望的一件事情，它是无条件的爱。我觉得这个人他会真正的拆穿你，穿戴了可能几十年的一个盔甲。好，那现在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大家仔细听就是命定之人出现之前他可能会有一些征兆，你的身体跟潜意识会先知道，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会提前3个月就会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有些朋友你们可能遇到的是一个梦境的变化，在命定之人出现前的几个月第二组的朋友，你的梦境会开始改变。好，你可能会常常梦到有一个人他陪你走一段路。好，这个路的样子可能是在森林、在海边，或是日常的这个道路，或者是说在某一个场景有人跟你肩并肩的坐着，或者说有人就在你附近但是他的脸你是看不清楚的，你觉得这个感觉很熟悉，他好像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做事，但是你醒来你会看不清楚、想不清楚他的模样。这些梦其实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你在梦里是很安心的，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好，是一种被陪伴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身体反应是很诚实的反应命定之人出现之前也许你会比如说有些事情就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或者有一些应酬你想要取消或是结束，你开始会对某一些一直你扛在肩上的责任，你可能想要去放下，或是有一点抗拒。这个并不是退化，而是一个卸载过重能量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说，其实你们不需要再用一个过度努力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被爱。大家不要再硬撑了，因为如果你硬撑有可能会错过后面这个命定之人的相遇。他不是被你的强大所吸引的，他是被你愿意去好好的就是放松，你愿意去怜惜自己，照顾自己，你跟他的频率才会慢慢的对上，因为他也是会怜惜你、照顾你的人好，那还有一些同步的事件我觉得他也会在快要遇到命定之人的时候出现。你可能会反复的去听到同一句话，或者是看到同一个主题的内容，或是看到同一个数字，这些同步的事件都是在告诉你说，其实这个感情它要来了。好，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在一段关系里就是少数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在一段关系里，你可能会想知道2026年的这个命定之人是不是关系中的这个人。好，那你们现在可以仔细听就是如果你目前的这段关系你是一个总是要照顾别人，总是要退让，总是要很懂事的人，我觉得这个人他不会是你的命定之人这个关键并不是在于他对你好不好，而是在于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很孤独的扛起这一切。如果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欲望之歌是被压抑住的，你有很多想说不敢说的话，不敢示弱，不敢任性，或者说不敢表达一些你想要去就是一些想法，你想说不敢说。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们的感情状况还 OK， 我觉得这段关系比较偏向是一个过渡型的角色。那如果有些朋友你的状况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你好在这段关系中
你开始去说出你的疲惫或是你的一些想法，这个时候对方的反应并不是逃避，并不是反击，并不是好像冷漠，而是他愿意去慢慢的去听见你，慢慢的去调整自己。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啊，它有可能正在被升级成命定的关系。就是说命定并不是说一定会换一个新人，而是这个角色的结构它会改变。好，那第二组的命定之人刚刚有说过嘛，很可能你们会在上半年，大部分人我觉得你们会在上半年就会出现。那实际的遇到的情况啊，其实跟每个人的状况有关系，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时间线被锁死的。第二组只要你们内在结构调整完成之后，命定之人他有可能会提前出现。这个调整是什么呢？并不是要你变得更强、更努力、更懂事，而是要你停止用牺牲来交换爱跟交换关系哦。好，如果其实你现在就已经理解了这些事情，并且去做一些爱自己的练习的话呢，那这边我很认真的跟你说，你们真的非常有机会在上半年就遇到你们的命定之人哦。好，因为你们的频率正在慢慢的转换。好，那如果你在上半年不止遇到一个人，你可能想要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命定之人，这边给大家一个判断点哦，就是你跟这个人遇到之后，你的生活状态是更放松还是更用力呢？你的命定之人其实你遇到他之后，你反而会有一点不习惯，因为你被照顾、被在乎，然后被关怀。好，如果你有这样子不习惯的状况，他非常可能就是命定之人他出现了。那假设你在这段关系中还是一直给、一直照顾、一直想着我还可以帮对方做什么，一直帮他操心的话，我觉得他比较不像是你的命定之人。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第二组的朋友。最后也跟大家说，如果你想要就是透过牌卡去了解自己，如何去爱自己，或是让自己可以在这个关系中稳定下来哦，欢迎加入米娅的塔罗课程。在这个塔罗课程中，除了牌卡的牌意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帮助大家认识自己，因为你们并不是等着被救，你们本身其实是拥有很强大的自救的能量。好，如果你也想要去在2026年有一些改变，有一些探索的话，欢迎加入课程哦。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好，你们选到的是狗狗这张牌哦，很可爱的一只狗狗。好，第三组的朋友关于2026你们的命定之人，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哦。你们我觉得你们并不是没有这种感情的经验，也不是不知道怎么爱，但是我觉得你们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你很信任一个人，你把相信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把你的信任交给一个人之后，你没有被接住，所以我觉得你们心里有一个伤，这种伤是一个很深的失落感。你可能慢慢的发现，当一段关系走到最后的时候，好像只有你一个人还站在那边，还站在原地，只有你一个人还守住这个承诺，你一直在守护这段关系，但是守到最后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人跟你一起保护这个你觉得很重要的关系。好，我觉得其实你们很会爱，你们爱的很多，就是你们很会你们有很多很多的爱，你们就像狗狗一样，很忠诚，很稳定，一直都在这里。但是这张牌也有一个很沉重的底色。狗的能量它讲的是一件很单纯但是有一点沉重的事情，就是陪伴的重量。
我觉得在第三组的朋友啊，可能在一段关系中，你们往往都是那个撑到最后才走的人。也就是说，当你觉得关系有一点不对劲，你还是会继续撑下去。或者说，当你自己或是对方有一点犹豫、有一点动摇、有一点退缩的时候，你没有立刻的离开。你们可能会选择我再等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看看能不能沟通，能不能协商，能不能做很多的事情来去挽回、挽救或是改变。并不是因为你看不见问题哦，也并不是因为你软弱，而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心里有一个很深，甚至是近乎很顽固的一个信念，就是觉得我既然选了这个人，这段关系，我就不要随便的离开。其实你们并不是不知道离开跟放手有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轻松的，但是你总是觉得如果这段关系这个连结还有1/1000的可能性，你就不想要当先放手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第三组朋友在我眼中你们是很好的人，很可靠的人，非常难得的人。但你心里可能真正想要的不是被夸奖被赞赏，而是你希望可以换来一个同等的珍惜。因为狗狗牌啊，它在这边揭露了一个很痛的事实，就是可能你们过去的忠诚并没有换来对等的一个回应。有的时候你懂事反而变成了一种习惯，对方也默认你就是会等，会容忍，不会走，好，还会一再的给对方机会，好，所以久而久之呢，你们在感情中会开始缩小自己的需求，你的忠诚的陪伴变成一种理所当然。你有时候会让自己看起来很稳定，好，没什么没什么大碍，但其实你们的眼神有的时候已经透露出一种疲惫的感觉。你们在守护，但守护到最后你不知道自己在守护什么了。你可能守护的也不见得是那一个人，甚至不是那段关系，而是你心里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信念，只要我再坚持一下，也许就会好起来。你不想放弃这个想法跟信念，因为你们一直都是一个不愿意先退出，你怕你退出了会后悔。接下来我们看到信仰之歌，信仰之歌为什么会出现在第三组？我觉得这张牌代表着你们生命中一种断裂后的回归。信仰之歌这张牌代表什么？它代表一个人对于生命，对于爱情，对于未来有一种毫无保留的热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牌面上这个人，他张开他的双手，张开他的双臂哦。这个姿势啊，其实是一种完全不设防的姿势，所以其实这个姿态，这个姿势对第三组的朋友现在来说也许有一点太难了。你们现在的状态可能是把双臂收起来的，因为你害怕你张开双手迎来的不是很温暖的拥抱，而是很冷很冷的风寒。那信仰之歌其实不是叫你随便找个人再冲一次，而是他在问一个很深的问题，是在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失望比如说好了一起走，但最后只剩下你们一个人的这种失望之后，你还愿不愿意去相信，愿不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东西，它叫做命定之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现在卡住的并不是你找不到好对象，并不是时间点一直不对，而是你的一个信念
你们并不是不想谈感情，只是你会害怕，当你再一次把心打开之后，那个结果还是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其实会很难承受，所以你可能会慢慢的收起期待，或是收起对关系的投射。但是大家内在其实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说，如果我再相信一次，这一次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觉得你们可能在今年之前啊，心里有一个微妙的过渡期。你不是把心完全的关上，而是你把心放得很里面，留一个小缝，看有没有人可以找到这个缝，可以开门进去。因为这个小缝只留给真正安全的人。你们想要的是那种值得的爱，不是一种忽冷忽热，今天很近，明天很远，有的时候会很热情，有的时候又不见又消失的这种感觉。而是你把心交出去之后呢，它会被放在一个承诺的位置，可以走得很远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你们呢2026的命定之人第3组，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人跟你过去遇到的人，我觉得他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哦。他不是来消耗你的耐心的，他愿意跟你一起守护这段感情，他不需要你反复去确认他的心意，也不需要你表现得非常的忠诚哦。你在他身上会感觉到一种很安静、很稳定的存在感。你们呢？好，那这个命定之人还有什么特质呢？首先呢，我觉得他的言语跟行为是一致的，他并不会给你一个很模糊的期待，或者是反复的要你去猜哦。他不会用一种就是可有可无的这种方式来维持关系，你不需要去好像很多的担心跟猜测，你不需要反复的问自己说，好，那你跟他现在算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他的位置其实不会去犹疑，就是一直都站在这边。第二个是他是很心疼或是欣赏尊重你的重感情的这一部分，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知道，而且他不会利用你的这个特质哦。可能你过去的这种重感情啊，这种忠诚被别人当成是一个反正你也不会走的一种弱点，然后去利用你。但这个人他会心疼你的特质，好，他知道你留下来是很珍贵的，所以他也会用同样的用心去对待你。他并不是因为你好相处才靠近你，而是我觉得他看见你内心的那种纯粹。还有他呢，会慢慢的去修复你跟疗愈你，修复你对于相信爱情这件事的一个恐惧感。这个需要靠时间，真的要靠时间哦，靠你们一次一次，可能有一些冲突，或者说有一些摩擦，但是他没有消失，吵完架之后他还是在你身旁，他没有反悔，没有退缩。所以你可能会突然的在某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就发现，你跟他在一起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关系里面觉得很不安很害怕了。当你体验到那一刻开始啊，你就发现他其实是你的命定之人。你们的相遇啊，我觉得他会有一种熟悉感，就是你发现你们两个的频率是很靠近的。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啊，也许你的狗狗能量会跳出来保护你，说要慢一点，要看久一点，不要这么快的去交出你的信任。这些呢不是坏事，因为你过去受过伤，所以我觉得你体内会有这个防护的机制。
但信仰之歌啊，忠诚之歌啊，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心稍微打开一点点，并不是说要你变得很天真，或者说很不去观察一个人就盲目的投入感情，而是希望你们在了解证明这段关系是安全之后，你就要去相信这个人。那第三组，你们还有一个核心的课题，就是信任的重建。命定之人啊，他会帮助你修复，帮助你疗愈，但是你们自己也要做一些功课，就是你把对别人的这种忠诚跟重感情要先放在你自己身上，你需要去相信你配得一份很好的恋情，很好的一个感情哦，你配得一个会用真心来守护双向奔赴的感情。也就是说，你们自己也有一个需要完成的课题，这个课题呢，是你要在心里做一个大扫除，清除障碍的一个过程哦。可以重新定义好你的忠诚要用在什么地方。你曾经有因为就是你想要当一个好人，或者说你想要负责任，而去留在一段其实你已经觉得很空洞的关系里面了吗？好，如果是的话，其实你守护的可能不是爱情哦，可能是你对于变动的恐惧，或者是某一种信念。好，所以这一组朋友啊，你们可以练习哦，每一天早晨对镜子的自己说一句话，我不需要透过消耗自己来证明你自己是一个好人。然后狗狗牌啊，有一个很高层次的一个讯息是，你们要对你们的灵魂忠诚啊！如果你对你自己都不忠诚，你吸引而来的只是会持续消耗你的人。你们呢，可以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开始去练习，被接住的感觉，请别人去帮一个小忙，或者说去承认你今天真的很累，去允许自己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身上。好，你要练习被接住，这样子在命定之人出现的时候，你们才不会下意识的把它推开。因为第三组，你们有时候会有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明明遇到还不错的人，但是你却因为害怕想要撤退。你不是不喜欢哦，你是害怕，你会害怕你现在看到的可能是假象，或者是害怕对方认识了你，深入了解了之后呢，他的热情或热度会下降，或是害怕这段关系发生了一些，就是进入到稳定期之后会有一些变数发生。你也害怕自己一旦相信之后会不会摔得更痛。所以呢，你们要练习相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具体的层面哦，你们可能会在什么样子的场合相遇哦。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心之歌哦。物理的空间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它是一种你走回自己的频率，走到自己的频率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去的地方。你遇到它的地方啊，是一个让灵魂感到宽敞的地方。具体的地点啊，我觉得能量很像是，比如说具有历史感或是仪式感的空间，比如说艺廊啊、图书馆啊、展馆啊，或是这种有历史古迹的餐厅、咖啡厅，或是有宗教或是灵性色彩的空间，像是佛堂、教堂、冥想空间，或是这种运动的一个空间。还有或是那种让人家就是放慢啊、放松啊、安静的一个场合。
还有一种啊，我觉得是跟声音有关的一个场合，它可能是这种演唱会，或是一种音乐的这种工作坊，或是声音疗愈，或是有关于朗读啊、读书分享会，或是某一种演出等等的。好，跟声音有关的一个聚会、说话。好，在这个瞬间呢，我觉得你们会被打动，会被打开。那个场合本身很吸引你，更重要的是你的命定伴侣会在这里出现，而你在那个时刻你是完全做自己的。好，在信仰之歌啊，这个信心之歌啊，这一张牌这个人的身体它是向光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们跟命定之人相遇的那一刻，你可能刚刚完成了某一个阶段性的自我突破，或者是你刚处理完一件很麻烦或是这种心头的大事，就是你的心终于放下了，有个石头落下了。那一天的光线环境是很柔和的，很多的细节你们其实可以去记得很清楚。他看你的眼神啊，并不是兴奋，也不是这种看猎物的感觉，而是一种终于看到你的灵魂终于来了的感觉。他有一种沉稳感他的气场是很沉稳的。我们的对话可能是跟当下的环境有关，跟当下听到的声音在做的事情有关。好，这个对话可能很普通很简单，但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打动你的，因为它并不是在跟你做一些社交的言辞，而是它在对准你的灵魂。那第三组的人有的时候你们会就像狗狗一样，它可能有一个讨好的特质，就是比如说在尴尬沉默的时候，你会去讲一些话，避免尴尬，或是主动热场，你想要去缓和一下这个气氛。但是呢，对他来说，你们在一起不说话也是可以很安全的、放松的，而且他会去支持你的韧性，因为这个信心之歌它也代表生命力的扩张。如果你想要做一件别人看起来很疯狂的事情比如说辞职去旅行去学艺术去开启一个你很想要做的计划，它不会像过去的那些人去泼你冷水，或是叫你看清现实。我觉得它会像忠犬一样守着你的后方，告诉你说去吧，然后我会为你守住这个后方。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你慢慢的会停止一直去消耗自己的这个习惯，停止用忍耐去证明你是很成熟的。你会体认到其实有人会爱你，并不是因为你多懂事，而是因为他真的想要留在你的身边。那你们要去信任，刚刚说的信任的练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才不会想要退后。这个退后会是一种受伤的本能因为狗狗有的时候想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是这个信心之歌他在问你说，你敢不敢再相信一次，再唱一次，唱给别人听，也唱给你自己听，允许自己再次的相信。好，那在2026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因为你们的灵魂已经慢慢的完成一个转化。2024到2025年我觉得你们慢慢的去体认到有一些假性的忠诚应该要去剥离。假性的忠诚就是其实你们心中是有一个恐惧的，你以为你在等对方变好，其实是你可能在等自己不要去面对离开这件事情。你可能给对方很多的机会，其实你
也是在不想要去看见你不被珍惜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前2年很像是在学习吧。2026年你们已经学会在爱里可以自由了，你不再是那个需要别人拯救的小狗狗。我觉得你们是在光中起舞，为自己而活的人。好，你不再需要拯救了，你先对自己忠诚了，所以宇宙同样的回传一个很忠诚的人给你。好，请记住我第3组的朋友，记住这2张牌的组合。狗狗牌代表责任、陪伴跟守护。好，信念之歌代表你的信念，敞开你的心，再次相信。你们真的不需要丢掉你的善良跟忠诚，你只需要去为你的善良跟忠诚找一个更好的主人，那个主人就是蜕变后的你自己。所以当你开始把忠诚收回来，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的内在就稳定下来了。当你的内核稳定下来之后呢，对第3组朋友来说，它很重要也很关键。因为过去你们爱得太用力了，你们守护得太用力了。当你再去守护守住这段关系的时候，你的身体是紧绷的，但是当你信任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是放松的。也就是说，真正长久的关系，它是靠信任去流动。你们不需要再警戒，或是不需要带着防备去爱，你要开始相信。好，你的肩膀可以慢慢放松下来，你不需要一直去注意对方有没有走远，因为你知道就算他真的走，你也不会失去你自己。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会经历一个很重要的内在转换，你们不会再变成一个守空城的人。当你走到这个状态，命定之人的能量它才会真正对得上你，因为它并不是被你的付出跟忍耐所吸引，而是它是因为你所以才留下，所以才靠近。他本来就没有打算要离开。我觉得他出现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自然到你自己都觉得有点意外，怎么关系可以这么的顺畅？你们之间的互动你会发现比较少消耗，并不是说2个人都完全没有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你不需要一个人去努力，而是2个人可以去谈，可以去说。它是一种新的体验，新的模式。所以大家信心这个就是要你看清楚之后重新选择相信。你要在这个人的面前把那个好像随时要撤退或是随时找备案的这种心放下来。你可能不用一次就马上交出你所有的心，全部的心，但是要记得打开门。命定关系，真正的命定关系这边要提醒大家不会让你活得更紧绷，反而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柔软，也愿意，也能够有空间让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回到你自己身上。好，所以最后你们会发现你们不再是关系里的守门人，你们会来到一个可以完全放松，不必再一直武装的地方你们会找回你自己，也找回属于你的那个人，你自然而然的会在这份关系中发光。好，那最后跟大家说，如果在这个转换期的期间我觉得这个放手的过程，或者说这个改变的过程让你很不安，或者是说你觉得很难戒掉某一种习惯性承担的惯性，大家可以去参考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我们可以在这个塔罗抽牌的练习中一起去练习，透过牌卡跟自己对话，去看一看怎么接住你自己。因为当你的内在结构改变了，你吸引而来的人事物自然而然也会跟着改变。好，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改变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塔罗课程，我们可以一起去练习有关于信任的课题。
好，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祝福大家，拜拜。